世界8大可怕的遗体处理方法都有哪些？你都知道吗？很多人以为人死后遗体就是葬到土里，但是有的遗体处理方式让人毛骨悚然。所以今天老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可怕的遗体处理方式。全程高能，切勿眨眼。天葬，这是一个听名字好像很神圣的遗体处理方式，主要是在西藏等地的一些少数民族族群里，他们会在人死后将遗体直接给肢解，这一步就已经足够恐怖了。然而遗体被肢解以后并不会下葬，而是会把糌粑涂抹上去，这是一种当地的食物，能够吸引老鹰或者秃鹫飞过来吃遗体。当地人甚至会直接把遗体的肉抛向天空，让天空盘旋的老鹰叼走吃掉，就连遗体的头骨都会敲碎喂给老鹰。而这样处理遗体的人在西藏被叫做天葬师，在他们看来，这样能让逝者的灵魂跟老鹰一起翱翔，能更快的进入轮回，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捡骨葬，这也是我国流传下来的一种古老的遗体处理方式。在福建、台湾、广东等地区，当地人会先给遗体下葬，但是只会让遗体入土3到5年，然后再将遗体给挖出来，用白酒将遗体给清洗一遍。光是这一步就足够毛骨悚然了。然后他们再将遗体按照身体部位的不同装入陶缨，就是一种特制的罐子，然后再重新将遗体入土为安。这种安葬方式在他们看来能够保佑家人。那么除了这2种，还有哪些可怕的遗体处理方式呢？最可怕的遗体处理方式3：腹葬。这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丧葬方式，是非洲一些原始部落处理遗体的方法。部落中不管是谁死了，社长都会举行一个盛大的腹葬仪式，让部落中的年轻人将遗体搬到仪式现场，在部落所有人的注视下，族长会亲自将遗体开膛破肚，然后像剁猪肉一样分成大大小小的肉块。这种行为不是正常人能够做得出来的。然后将这些肉块分给部落的每个人吃，脑袋的肉给孩子，寓意孩子能够健康聪明，继承逝者的智慧；眼睛给部落的猎手，寓意让猎手能够承袭逝者的打猎技术；而心脏就是给族长的，这是地位的象征。直到所有人都吃完，腹葬就真正意义上完成了。而有些部落的腹葬还分为生腹葬和熟腹葬2种方式，差别就在煮不煮熟这一点上。4: 骨灰香蕉汤。骨灰跟香蕉2个字怎么想也不会有联系，但这是巴西一个叫做亚莫族的原始部落用来处理遗体的方式。他们会将逝者的遗体用叶子包好，然后丢到满是昆虫的洞里，让昆虫先撕咬一遍，然后再火化遗体。火化的时候他们会用香蕉煮成一锅汤，当遗体全部烧成骨灰的时候，就把骨灰倒到汤里，让整个部落的人一起喝掉。老黑光是想象一下就要吐了。5: 制作标本。这种遗体处理方式是国外一名叫做冈瑟冯哈根斯的解剖学者研究发明出来的。他用科学技术将人的遗体完整的保存下来，但是会将遗体中的脂肪和体液全部去除，然后再用真空处理，让它们变得又硬又干燥，能看到遗体上的每一块肌肉和组织，最后被当作标本使用。但这种遗体处理方式只针对那些希望自己死后也能受到关注的人。但可怕的遗体处理方式还不止这些。8种可怕的遗体处理方法。6: 巴厘岛火葬。正常的火葬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送到火葬场去火化了，但是巴厘岛的火葬方式却透露着诡异。巴厘岛是一个以印度教为主的岛屿，岛上的印度教如果有人去世了，他们会准备一个节日彩车，彩车上放着一个公牛形状的盛器，而这个盛器就是用来装遗体的。遗体放进去之后就会点火燃烧，如果不是当地人根本看不出这是葬礼的一环，然而更像是在庆祝节日，就是因为这样才让人觉得毛骨悚然。7: 树葬。不管是在我国还是在国外都有树葬，但是树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我国藏族地区会用树葬处理的都是小孩子的遗体，那些因病夭折的小孩子会被放在特制的小棺材里，然后放到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的树干上，这就是树葬的方式。在当地有一些树林里到处都是小棺材，有的甚至直接挂在树上，看着让人头皮发麻。不过在国外一些地方，树葬指的是将遗体埋在树下。8: 气球葬礼。这是日本发明的一种新兴的遗体处理方式，他们会先将逝者进行火化，然后将火化出来的骨灰装到气球里，再往气球里打入氦气，然后选一个逝者喜欢的地方，让那些装着骨灰的气球升天。当气球飞到空中50公里左右，就会因为气压而爆炸，气球里的骨灰就这样在空中洒下来，或者随风飘散。我是老黑，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由我来告诉你，欢迎评论、私信轰炸，咱们下期再见。